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国已经在核动力飞机方面开始了研究，而且过去曾经有过报道说取得了技术突破。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欢迎来到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美国和中国可能很快会展开核动力卫星技术竞争。美国的核动力卫星构想始于上世纪60年代，今天美国已经开始重启这一想法。美国当时就开启了核火箭飞行试验，一直未能获得成功，直到越南战争耗尽了该计划的资金，被迫于1973年取消了这项计划。但最近美国重启这一计划，五角大楼正在研究核动力推进卫星。我们都知道，核动力是当下能量最高的动力，但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尤其是在小型化动力运用方面，技术难度至今未能被哪个国家突破。因此，核能量目前唯一可用的领域仅限于大型航母和核电站，在火箭上运用更是难上加难。不过，如果能够获得成功，前景将是无限的。目前的火箭推进技术、卫星推力系统都必须达到小型化，否则火箭根本无法将其送到太空。美国一家媒体记者帕特里克分析报道，如果未来的美国卫星要躲避俄罗斯或中国来袭的炮火，他们将需要比今天的燃料密集型推进器更好的移动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五角大楼正在研究核动力推进的原因。虽然太空部队和五角大楼研发办公室的领导人对将核动力航天器送入轨道的想法仍然公开保持沉默，但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发布了一份新报告，主张对此进行有针对性的工作。根据米切尔研究所的说法，核动力推进比传统的液体卫星燃料具有很大的优势，它具有更长的续航时间，效率几乎是其2倍。这就是核推进技术在卫星领域的运用前景。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决定重启核推进技术研究，为核推进的新研究扫清了道路。美国之所以要决定重启，更大的因素是他们得到情报，认为中国正在进行核动力飞机的研究，到2040年部署自己的核动力卫星。美国的决定还有这么几个因素，一个是连拜登和美国军方也认为，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与中俄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但这一概念还是美国率先提出来的，后来由于不断的失败而放弃了。没想到中俄却取得了极大成功。再一个是太空技术方面，中国正在迅速赶超美国，中国的空间站将成为未来几十年里的唯一空间站。中国的北斗导航技术精度超过了美国的 GPS， 其带来的军事和民用价值前景难以估量。这也是美国在去年前后有2次使用卫星接近中国空间站，一次接近中国最先进的实践20卫星，试图图谋不轨的原因。第3个原因是，美国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了太空大战计划，后来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放弃了。但今天中国的航天成就的确令美国感到有点胆寒。归纳起来，美国重启核推进卫星技术研究，目的还是为了未来的太空站计划。而在这个方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中国已经在核动力飞机方面开始了研究，而且过去曾经有过报道说取得了技术突破。一旦最终完全成熟，其经济和军事战略意义非同寻常。那么，如果展开核动力卫星竞争，中国领先于美国成功是大概率的情况。这就意味着未来中美将在太空展开核推进卫星竞赛。我预测中国这一次将领先于美国。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下次再见。